不要轻易主动帮助别人，不要随意对别人好。不能深刻理解的人会认为这是薄情冷漠，能够这样想，实际上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够深刻透彻。道不轻传，法不见脉，卦不空出，一不叩门，这是万物万事的规律。一旦你因为感情打破了这个规律，就是违背了天道。能够真正想明白这其中的规律和因果关系的人，需要阅历和一定的悟性。很多时候你以为是在帮助别人，为别人好，实际上最后你们很可能会撕破脸。别人非但不会感激你，不会记得你的好，还会恨你，会怨你。很多最后撕破脸的人，曾经都是关系很好的人。关系越密切，越容易越界，越容易不遵循规则。人永远不要想着去渡谁，你谁也渡不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当你想着去渡人的时候，就是试图打破别人命运的运行规律，这是一种越界。一个人最大的清醒是能够管好自己，做好自己，不渡他人，克制好为人师的欲望。很多时候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也无需证明别人是错的。无法沟通的时候，放弃沟通，不要执着于一点。认知不同，不争不辩，我们不同，但都无过。奉劝大家一件事，千万不要轻易渡人。就算你修行已经很高，也不能轻易唤醒一个人，因为绝大部分人活着都是为了睡得更香，而不是为了觉醒。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和父母，也不一定非要去唤醒他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，不要随便打扰一个人的因果，要允许别人做别人，允许自己做自己，而不是互相强加和消耗。告诉大家一个很残忍的真相，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，他就会本能的防卫，而且抵抗。因为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自己的尊严不可被侵犯。正所谓，佛法虽大，不渡无缘之人；天域虽广，不润无根之草。世人不信因与果，因果何曾饶过谁？凡事很傲慢，很执着，一根筋说不动，拦不住的，那就是命。如果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，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走，这个坑他必须得跳，这个劫他必须去经历。你若执意好为人师，就是在打扰别人的因果。你若不允许别人受自己该受的苦，就是在逆天行道，而这些苦最终就会由你来承担，业力都会转嫁到你身上。所以千万不要好为人师，不要去打扰他人的因果，也不要轻易去渡人。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，小偷有小偷的道，小人有小人的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磁场和自己的道，只能说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道场里完成自己的修行。就算你从他的磁场里看到破财，看到白忙活，
你也不要觉得他很惨，不要去同情他，这是他的业力，他的因果，他的福报，或者他的认知，他的知识体量决定了他今天的行为方式和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每个人很惨，每个人都很可怜，你要一视同仁，就跟菩萨一样的，这个人在别人看来很差，只要你愿意帮他，他也认可你，你就可以接受。但是这个人很好，他不认可你，你也要学会放弃。有路不走，见死不救，有钱不赚，你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。你的善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，没有道的加持，所有的善都是瞎扯。有路不走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习惯性犯贱，我们没必要挑战概率。见死不救，就是帮不了的人，我不帮了，反正无论他做什么，我支持他就行了。有钱不赚，就是某些人想给我钱，我也会习惯性过滤一下，我过了什么钱都想赚的年龄。当别人真诚地向我们发问和求助时，我们在帮助他，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这叫教导。如果别人没向我们求援，我们却主动告诉他怎么做，这叫做教训，那味道就变了。教导会带来感激，而教训会招致怨恨，因为你的好心在对方眼里是一种炫耀，一种挑衅，会让对方觉得能力不如你。你的好心未必带来好处，反而会给自己招致灾难，因为你太善良了，你太实在了，因为你想救他。东郭先生和狼，农夫与蛇，这样的故事千百年来每天都在上演。要是你谁都不救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切记，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，他就会本能的防卫和抵抗，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很多人就是仗着自己有经验，见识多，就喜欢主动指点别人，教导别人，以为这样做会得到别人的感激。殊不知，你不但无法得到感激，而且还会误认为你在训他，让他对你怀恨在心。你的好心未必是他们需要的，试图去改变、纠正、唤醒别人，是一个人最大的执念。烂泥趴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非要给他扶上墙？咸鱼躺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非要给他翻个身？朽木枯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非要把它雕成材？究竟是他有执念，还是你有执念？允许身边的人犯错，看着他们接受惩罚，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，也是一个人最大的慈悲。对父母放生，对兄弟姐妹们放生，对亲戚放生，对朋友放生，对同事放生，对全天下的人放生。一个人的觉醒，1%靠人提醒，99%靠的是社会的千刀万剐。人不是被叫醒的，是被痛醒的。更何况绝大部分人活着都是为了睡得更香，而不是为了觉醒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
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能说服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南墙；能点醒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说教，而是磨难。人教人，学不会，是教人。一次就会。每个人来到世间历练，面对的功课都是不一样。生命不是生产线，也不是流水线，每个人的轨道都不相同。你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在自己的道上运行。要是你老是变道而行，或者老是走到别人的道上，最终导致你越走越远，迷失方向。运气差一点，就会走上阴间小道。宗萨钦者说，与任何人相处，时间长了肯定都能看出毛病，因为眼睛就是业力专门为我们准备的。因此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自我，而不要轻易评论他人的是非功过。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业力允许你看到的。在佛学中，业力 karma 通常指个体行为和意识的因果规律，可以理解为一种与过去行为相关的因果关系力量。宗萨钦哲提到，眼睛就是业力专门为我们准备的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受到自己过去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的行为好坏会积累对应的业力，影响未来的命运与对外界的认知。有诗云，因果造端本由人，只因纵欲不忍心。人的一生中会因种种原因产生各种业力，而这些业力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视角和看法。你看到的只是业力允许你看到的。这句话提醒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，受到多种因素，包括业力的影响。因此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评判别人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从心理学的角度，这也反映了一种认知偏见，即人们在评价和解释事物时，往往会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和情绪的影响。当我们觉得某人有某些毛病时，其实很可能是我们受到自身经验、情感和业力的影响，从而对其产生了偏见。真正的事实或许并非我们所看到的那样。古人云，人生得意之己足矣，斯事当以同怀视之。这说明真正的友情并不是基于彼此没有缺点，而是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。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应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，并避免轻易地评判他人。通常人们都有一套固定的价值观和标准，用来评判自己和他人。这些标准往往受到文化、教育和个人经验的影响。然而当我们站在这套固定的评判体系中时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了一件事，这一切其实都是相对的。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和调整自己，使自己的视角更加公正、宽容，学会放下过去的包袱，清除内心的杂念。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真实和美好。与人相处中，
不可避免会有人评价你，好的坏的都有，但记得别人评价的你，也只是他们的业力允许他们看到的，所以无需过于自卑或自视，因为真正的人性和自己，其实复杂的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。生活不仅仅是黑与白的对立面，更多的是灰色地带。宗萨钦哲的这番话让我们明白，与人相处更多是一场与自我和业力的较量。掌握好这个平衡，我们不仅能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还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宽广和包容。佛教中有一句比较经典的因果法则：个人吃饭个人饱，个人业报个人了。然而我们却常常出于善意或责任感，过度卷入他人的生活和选择中，试图去拯救他们。很多人都会如同飞蛾扑火般去拯救父母，拯救兄弟姐妹，拯救身边受苦的人，无论如何拼命地想救他们于水火，却发现一切无济于事，差点也把自己搭进去。人人各有渡口，渡人各有各舟，自渡是能力，渡人的那是佛祖，而且佛祖也是只渡有缘人。古人也常说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见脉，师不顺路，衣不叩门。介入太多别人的因果，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说，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课题，我们只能负责自己的课题，不能替别人完成他们的课题。渡己才是毕生所需要努力的，尊重他人命运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千金不传无义子，万财不渡忘恩人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古风，其实背后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我们的一切痛苦来源于对人性的无知和误解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人性期望过高，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懂得感恩、忠诚、善良。然而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。在网上看到一个有些伤感的小故事。大学期间，曾经开导一个室友长达2年，他很抑郁，觉得大部分同学歧视他，看不起他。后面2年，我经济条件不好，忙于兼职赚钱，以及跟老乡找实习工作，因此在寝室的时间就很少了。毕业的时候，他订了一家饭店，请了全班大部分同学吃饭，唯独没请我。这位室友回来请大家吃饭，是以一种风光的形象出现的，而主人公知道他太多糟糕的事了，暴露太多，让他隐私全无，也削弱了他的优越感。这就是人性。还有一种情况，一开始主人公对他很好，让他有了某种期待，后来主人公对他不再像往常那么好了，他感觉被冷落了，所以他心生怨恨。这也是人性，把你的能量分给别人，为瞎子点亮明灯，换来的不一定是感谢，也可能是嫉恨，因为你的善行让更多人看清了他是瞎子。而
天道最残忍，天道无情，天道不公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地指的是自然界和宇宙的法则，不仁则是指没有人类所赋予的仁慈之心。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，用完后被丢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天地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，无情的对待，没有偏爱。天道是不分善恶。秦览这些人道概念的，在网上刷到过一个男生的视频，全身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手都烧没了。他这样是因为有次路过遇见火灾，然后冲进去救人，然后被烧成这样了。被救的那个小女孩也被烧伤了，小女孩家也穷，没钱，也没补偿她。在一些事情上，想去改变他人，反而你命数容易穷尽，或者说会把自己逼进绝路。在这里并不是鼓励人要自私冷漠无情，而是救人帮人，前提是保护好自己，这才是最大的善。三，心软之人便是无福之人。心软的人由于界限感模糊，无法拒绝别人，很容易被情感操控，助长对方的依赖，会被各种无理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到头来只会苦了自己。看看我们身边那些总是替别人背黑锅、加班加点的人，他们往往就是心软的典型。他们看不惯别人干的活，自己亲力亲为，但做完了又爱抱怨，觉得自己不被理解，特别委屈。没有界限的心软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劳累和委屈中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位老太太总是心软，家里孩子有什么事情，她都一一包揽。有一天，她突然病倒了，孩子们对她也是爱答不理。老太太这才恍然发现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却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。她感叹道：我这辈子真是没福气。其实她不是没福气，而是因为过度心软，把自己的福气都用在了别人的事情上，自己一无所剩。四，如果你的善良助长了他人的不劳而获、自私贪婪的恶习，那不是行善，是作恶。你帮他一次，他感激；帮他2次，他习惯；帮他3次，他就觉得理所当然了。久而久之，他不但不会感激，反而可能责怪你有时候没有及时帮助。如果我们行善事直，吃鱼就是在助长他人的恶念和贪念。有对夫妇一生捐助多名大学生读书，帮助了不少人。他住院时，竟然有大学生的家人打电话来骂他，为什么还不打钱？后来这对夫妇都横死了。不是叫人不要为善助人，而是要明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栽培吉木只会背刺。帮助他人就是介入他人的因果，就是帮别人挡灾。5. 修行者要有如来智慧，菩萨心肠，雷霆手段，
方能行走于娑婆世界。什么是如来智慧呢？其实就是看透人生的智慧，能够从更高的视角理解世间万物的因果关系。《金刚经》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世间万物皆因缘和合，因果关系复杂，唯有智慧才能看破。介入他人的因果，实际上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业力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业力是不可转移的，没有雷霆手段，莫行菩萨心肠。比如一个母亲对孩子百依百顺，孩子只要哭闹，母亲就满足他的要求。长此以往，孩子不仅不会懂得感恩，反而会变得自私贪婪，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只是丛林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对别人毫无原则的善，就是对自己作恶。我们只有比坏人更聪明，才能守住善良；我们只有比坏人更狡猾，才能守住正义。6. 觉到、悟到、做到的才是自己的。有这么一句话：只要不是我觉到的、悟到的，你给不了我，给了我也拿不住。只有我自己觉到、悟到的，我才有可能做到，我能做到的才是我的。这句话也非常恰到好处地解释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知道了很多道理，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？自我领悟和内化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。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，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，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实际上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做什么人，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，你拯救谁，就会背负谁的命运。人活在这世界上，最大的功德就是过好自己的这一生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就是明白自己改变不了任何人。无论你多么真心地想帮助别人，无论对方跟你关系多么密切，无论他多么需要你帮助，你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改变不了任何人，除非他自己发自内心地想改变自己，然后你也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，或者给对方一个启示。请记住，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，永远只有他自己。记住，心不苦，则志不开；心不死，则道不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管好自己，莫度他人。愿你坚持自我，不随波逐流，做好自己，不被别人的眼光所左右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